只见周云摆了摆手，神色漠然道：“不用医治，如今一切皆是我应得的。我拖着这残躯，就是想最后看看这人间。”魏婴想再多说些什么，但是周云拒绝了与小屁孩交流。叩叩，门外传来有规律的敲门声，不等外面的人说话，魏婴闪速给人开了门，果然是俊俏的蓝二公子。蓝湛，蓝湛，你来了！魏婴晦暗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起来，兄弟好的搭上了蓝忘机的肩膀。周云就着茶杯抿了一口茶，看着急匆匆跑出去拉场外援助的魏婴，不由上扬了嘴角。他倒是想听听魏婴如何让那闷葫芦与自己讲大道理。老实说，自己确实没那么想活下去，但有人劝着自己活，这感觉也怪让人稀罕的。蓝忘机朝着周云循规蹈矩地行了一个礼，随后向周云说道：“前辈，那些鬼修已送至云梦，然仍心有不安，请前辈赐教。”魏婴明亮的眼眸听到云梦2个字就暗了下去，连带着头顶的呆毛也一起耷拉着。魏婴瘪了瘪嘴，鼓了鼓腮帮子：“蓝湛，云梦出什么事了？”周云也示意蓝忘机说下去。蓝忘机并没有立刻说话，反而先将魏婴带至座位上，又从兜里掏出了一些路上买的零食，放在魏婴面前。魏婴看着蓝忘机这一套操作，乐得倒了他身上，哈哈，蓝湛，你这是把我当阿院喂养啊！蓝忘机耳根略微发烫，任由魏婴倒在自己身上，没有多说些什么。还未等周云说些什么，魏婴赶忙将桌面上的零食分了一大半给周云，乖巧的等周大前辈的见解。蓝忘机将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忘机将鬼修送至云梦，发现莲花坞有怨气环绕，虽又有鬼修寺认为可免于将士惩罚。周云眨了眨眼，歪着头看向魏婴：“你这朋友来得时候，没听着将士族人与鬼修的谈话？”魏婴有样学样，歪着脑袋看向蓝忘机：“蓝湛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？”这回轮到蓝忘机懵了，但是强大的心理素质让他没有任何表情变化。蓝忘机蜷缩着手指，轻轻扣了扣自己的衣服。忘机来时并未听到鬼修之间的谈话，且忘机到莲花坞时并未见着江家管事，那坏事了，忘了这一遭了。但是都把人送到江城面前，魏婴转身向蓝忘机再次确认是否亲手把人交到江婉银手里，得到肯定回复后，又陷入了自我怀疑。江城那么恨鬼修，不可能因为一个管事放过他们吧？停，也就是说你在知道江家管事与鬼修私相授受的情况下，没有将此事完整详细的告诉江宗主，那也不能怪蓝湛。就江婉银那破性子，估计看见蓝湛就要挤兑他，要赶他走。魏婴急忙开口说道，像极了护鸡仔的老母鸡。周云汗颜，遂提醒道：“魏婴，你可还记得鬼修让江父用族人交差？江木。”魏婴联系到蓝湛说的莲花坞被怨气环绕，那江木可能已遭遇不测。魏婴收拾了一下心情，与蓝忘机从头掰扯起了自己知道的整件事，这些事也恰恰给蓝忘机解了疑惑。为何在云梦不见管事？为何鬼修心存侥幸？蓝公子也不必多想，那些鬼修既然见着了江宗主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周云淡淡的说道。为何？蓝忘机不解地望向周云，周前辈如何在未接触过江宗主的情况下能断言其人？江城不会放过那些鬼修的。魏婴闷闷地回道。蓝忘机看到魏婴那闷闷不乐的模样，心里也有点难受。魏婴与江家的关系又岂是一言可避之？周云看着眼前两人思绪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忍不住提醒道：“因为那江家管事的态度，魏婴或许有揽责的习惯于给江宗主找借口留后路。但是江家管事是一个利己之人，所作所为都只会让自己利益最大化，风险最小化。在明知道江宗主不好糊弄的情况，他还敢用江木这个旁系去做顶罪的，他就预判了江宗主的行为习惯是偏向于他的。那鬼修既然见着了江宗主，先不提江宗主作何处理，那管事就不会放过他们。死人最安全。周云的解释和两人所想果然没有任何关联。魏婴抿了抿嘴，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向蓝忘机。蓝忘机正愣了半晌，因为桌子下面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，同时掌心传来轻微的细痒感。蓝忘机努力沉下心识别那人想要传达的信息。都说十指连心，那掌心又连着哪？蓝忘机不经分神想到这个问题。
前辈，切勿讳疾忌医。蓝忘机接受到魏婴传递的信息，思索了片刻，才不紧不慢地说道。周云看着蓝忘机一本正经但眼神躲躲闪闪的，遂又看到一脸无辜装啥事都不知道的魏婴，好笑地摇了摇头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讳疾忌医，我这急呀要是无医，跟着你们折腾一晚上了，我也要休息了。两小年轻去外面腻歪，周大哥，你还没试过我们修仙界的丹药呢，一颗下去药到病除，2颗长命百岁，3颗，哎，周大哥，魏婴扒拉着门框，活像上门推销的药材店小哥。蓝忘机在周云下送客令后，就很听话地站到了门外，客栈外响起哐哐的打更声。